甜，救命啊！救人！好。甜，搭把手，我是医生。过来。慢点。甜。我先试着止住腿部动脉出血，你检查其他出血点。好。患者还在继续出血，检查情况。好。等等。闪开！这是紧急车祸，小孩插什么嘴？小朋友，这里不是你能插手的，去后面等着。他后颈上方3指处有凹陷伤，你摸他颈动脉会加重皮下肌肿。你怎么看出来的？救人要紧，做环甲膜穿刺。真的假的？林主任，他就是一个小孩，他懂什么呀？赶紧救人吧！先检查后颈。先检查后颈。林主任，他就是一个小乞丐，你真的相信他的话？他。竟然真的是皮下气肿，这小家伙竟然真的说对了。这小家伙到底是什么人？救护车来了！让一让，快让！孩子已经没有大碍了，接下来要去医院动手术。谢谢医生，谢谢医生。车祸急诊，安排手术。患者右胸第5肋间有金属震颤感，需要做增强 CT 和心脏造影。这哪来的小孩子啊？小东西，不要觉得蒙对一次就能牵着我们鼻子走，这是医院，不是幼儿园。陈医生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也知道，现在患者的生命体重基本处于正常，我们应该止住所有的出血点，而不是把时间浪费在检查上面。姐姐，相信我，他真的是要做 CT。林医生，你跟我才是主治医师。林医生，快安排 CT。肺纹理清晰，心脏形态正常。姐姐，注意这里，心脏也像边缘这里的玻璃反光。酬劳够了吗？林院长，听说你带了个孩子回来，还任由孩子参加手术，他现在很生气。可是刚才在街上，谢然都说对了呀。你和我才是医生，现在患者的情况基本趋于稳定，只需要留院观察就可以了。你难道要因为他的一句话对患者造成2次伤害吗？患者心室内还有玻璃碎片，你们不取出碎片就缝合伤口，这才是真正的伤害了患者。放屁 ！CT 影像显示一切正常，患者怎么可能出问题？不好了，患者室颤了，快！林医生，别白费力气了，患者家属签约了转院协议，救护车10分钟后就到了。转院？患者心室内不是有玻璃碎片，急需手术吗？如今谢岭南主任昏迷不醒，整个南山医院谁还能执行这么高难度的心室手术？是你，还是这个小屁孩？是你，还是这个小屁孩啊？患者心脏内的碎片移位了，现在转院就是杀人。他说的对，患者必须马上做手术，取出碎片。取出碎片？你说的轻松，这种手术难度极高，估计医疗评估能给出的成功率不过8%。现在转院，至少能规避掉我们医院的责任。姐姐，他体内的碎片正在往冠状动脉移动，再不手术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小乞丐，这不是你玩游戏的地方，害死人你连命都赔不起。林医生，赶紧安排转院吧。不行，他才6岁，不能因为我们怕担责就错过他最佳救治时间。我来主刀，责任我负。沿胸骨左缘第4肋间切口，注意避开肋间动脉。手术刀。你确定要当着全院的面听一个小孩子指挥手术吗？你不觉得这太荒唐了吗？无论如何，他一开始对患者的病情判断就是准确的，这才手术难度极高，积极采纳正确的建议才能提高成功率。那也不应该出现目前这么荒唐的一幕。血压正常，出血率超过800cc 了。我就说了，不该相信这家伙的话了。现在好了，本来医院能规避责任的，现在摊上大麻烦了。闭嘴！现在不是推卸责任的时候，快止血！别慌，是玻璃碎片划破了静脉，用血管夹闭锁纵隔胸膜。已经没机会了，放弃吧。我相信他。胡闹，简直是胡闹！
人命关天的手术，居然听信一个小孩的，你们还算不算一个合格的医生啊？哦，你就是那个来历不明的小乞丐啊！来人了！拿好血管夹，听着我的节奏，吸，呼，现在夹臂。这可是谢医生的治学手法，你怎么会啊？准备自体血回输，开放第二静脉通道。等一下，失血速度超过搏液速度，还有出血点。判断无误，尽快找到隐性出血点。一个小乞丐怎么可能和婉儿配合的这么好？我才是林主任的最佳搭档。小东西，我一定要把你从婉儿身边赶走。别快进！停！右上一支气管后方有渗血。你怎么知道的8号丝线尖端缝合，现在。剪刀。可算搞定了。小家伙，你到底是谁？你刚才的钝性分离手法跟谢医生一模一样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猝死之后灵魂转移的事情太荒谬，一旦曝光，我肯定会被当成科研对象研究。这件事情谁都不能知道。院长，院长，谢然和家里人走失了，我这才带他来医院的。您别赶他走好不好？谁说要赶他？我只是好奇他为什么会谢主任的治疗上。他难不成那家伙跟谢主任还有关系？这是我在电视上学的呀。你胡说八道！你一个小孩子怎么可能从电视上学到这么高超的手术技巧？因为我一直把谢神医当做偶像，他每次上电视我都会看，所以就学会了。看电视也能学手术技巧，难不成你是个医学天才啊？他是个屁的天才！你们还是先想想怎么跟媒体解释吧。一家顶尖医院让一个小孩指手画脚，消息早就传出去。有什么事情让他们冲我来？林婉，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的，你带走不就行了？大姐姐，走之前能不能让我见见谢医生啊？放心吧，你刚帮助我救了人，我是不会赶你走的。院长，陈医生，我先带他去换个衣服，然后休息一下，其他的事情我们明天再说吧。你去吧。看来只能再找机会接近自己的身体了。走吧。谢然，你不是说你是孤儿吗？怎么还能看电视啊？糟糕，撒谎的时候没注意，难道要露馅了？我，停一下！小心！停车！姑娘，停一下！求求你们了！姑娘，求求你们，请帮帮我吧！我老婆怀孕大出血，120堵路上了，求求你们送我们去医院吧！快起来！我是医生，走。这。这羊水混着血块流，这人还能活吗？上个月老张家媳妇儿就这么没的。快上去！早产，要来不及了。怎么办啊？来，接过一下，什么情况？孕妇早产，大出血。大夫，求求你们救救我老婆吧！你们一定要救救我老婆，求求你们了！我求求你们救救我老婆吧！一定要救救她呀！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救好你老婆的。好，孕妇情况有点严重，这个环境不适合做手术，赶紧安排转院。她宫缩间歇期也在出血，这不是普通早产，来不及去医院了。什么？下部横切口莨疤痕，还有子宫手术史。
孕妇下腹部有横切旧疤痕，她有子宫手术史。啊，对，快给他10毫克，坚强安静推。升压药只会加重出血的，你在干什么？不是产科出血，是子宫疤痕破裂引发的 DIC， 凝血功能已经崩坏了。大夫，我求求你们了，求求你们救救我老婆吧！只要能救我老婆，我当牛做马报答你们呀！我当牛做马报答你们呀！来不及去医院了，离血血库 DIC 早期，必须马上剖腹产。现在剖腹产，在这种破棚子里，这怎么能救一个小孩的话，这不会救死人吧？就是啊，不能耽误了抢救，不然大人孩子都保不住啊！这不是要害死人吗？不能让他们动刀！你们别说了，让他们救呀！拖着都拖着出去！静脉注射肝素钠，先阻断凝血因子消耗。好，李婉，在这种环境下，你真的想让他死吗？你知不知道医患救援店赔多少钱？还记得谢医生的正场急救吗？在这里下刀，就当是正常的剖宫产手术。李婉，你孩子终于救回来了，情况比我们想象的好很多。准备缝合吧，接着带回医院做抗感染。好，林医生，你怎么能听一个小孩指挥呢？这不胡闹呢吗？可我总觉得他不像是一个小孩子，在他身上，我总有种熟悉的感觉。怎么了？羊水栓塞，孕妇羊水栓塞了！别发冷，动员他的宫有些血。你疯了吧？发生羊水栓塞救不回来了！必须救！这种情况是有救活的案例的，我们不能眼睁睁的放弃他，他可是个活生生的人。别天真，他救不活的！给氧，给药，肾上腺素记住1毫升。好。我老婆生了，你也快去呀！快去！你老婆羊水栓塞了，快阻止你的工友们献血，要 A 型血跟 O 型血，快！快呀！我老婆要活不了，你们也别想好过，我告诉你们，我这发什么疯？你老婆现在情况危急，需要输血。里面的不是别人，是你妻儿。医院的血库到这里还需要一段时间，在这段时间里，输血不能断，有我们在，你老婆不会死。血，输血，兄弟们，求求你们，谁是 O 型血、A 型血，求你们帮帮我，救救我老婆吧！我求求你们了，兄弟们，大家都是一个工地的兄弟啊！我会报答你们的，我求你们了！我身体健康，我是 O 型血，我是 A 型，我也是 O 型。走。老天爷呀，你放了我老婆吧！你把我的命收了吧！周建南，我在。你老婆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，但是还要去医院继续手术。好，谢谢恩人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这些钱是我所有的钱。今美女医生和7岁医学小天才户外成功抢救一例羊水栓塞。少医几多人，抢救的时候还有个男医生一直想放弃孕妇，撇清责任。就祝你以后遇到的都是这种医生吧。那个男医生毫无担当，还不如7岁的孩子。他自己家里难道没有病人吗？他可以接受别人这样对他的家人吗？我不负责，我没有救人吗？怎么全都成一个小屁孩的功劳了？你饿不饿？姐姐带你去吃宵夜怎么样？你能不能多穿点？我可是男生。你才多大呀，还知道害羞？那做手术的时候，怎么不见你这么扭捏呀？那是事出层级，作为医生，
生死面前没有性别之分。原来是这样啊！我感觉我最近这头呢有点不舒服，要不小谢医生给我来看看，帮我看看我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怎么了？你给我看看吧，你给我看看嘛！都说了，穿这么少，不要离我那么近，男女授受不亲。我下楼倒垃圾。那你小心点，别被人贩子拐走了啊，小朋友。爷爷，这个不是瓶子。哦，好。那这个呢？这个是瓶子，是瓶子。丫丫，真棒！我这也有一个瓶子，谢谢。我捡到了个瓶子，等咱们攒够钱了，就可以治眼睛了。丫丫，真棒！来，我为什么要跟你睡在一块？家里只有一个屋子，你不睡我床旁边睡哪？我是沙发，家里可没有被子，睡沙发小心感冒。你睡觉老不老实？放心吧，姐姐睡觉很安稳的。快上床，姐姐给你讲睡前故事。来，今天我给你讲这个小怪兽的故事，怎么样？睡觉。你黑眼圈怎么这么重啊？小小年纪熬夜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哦。你瞪我干什么？我倒是想睡觉，但是当一个人熟睡中被踹下去3次时，他的神经就不允许自己放松。意外，纯属意外。我在特别累的时候，那睡姿就是有那么一丢丢的好法。一丢丢。哎呀，算了嘛，反正我已经报过警了。这几天我再帮你联系联系，尽快找到你父母。你这几天就再忍忍，小孩子也要能屈能伸的嘛。那你还记得你父母的联系方式吗？叫什么？是哪里人？什么时候在哪儿走丢的？我不太记得，但是我知道我父母之前带我去见过谢神医一面，或许他们认识。你能带我去见见谢神医吗？哎，小优，你怎么了？小优，你怎么了？看看妈妈，这犯人了！快来人呀！小优，你怎么了？看看妈妈！你干嘛？你把孩子还给我呀！您别着急，他在救人。您孩子明显是被异物噎住，堵住气管了。这家大人怎么看了孩子？在搁家还能让孩子噎住？这能行吗？海姆立克急救法，他的身高跟力度都合适，大人容易用力过猛。这是在干嘛呀？家长怎么这么无知？海姆立克急救法都不懂，家里有孩子的都得学呀。这妈妈怎么当的？一点不为孩子考虑。好了，没事了。好，谢谢你小朋友，谢谢，没事了吧？其实我知道，不过我刚刚看他一直在揉肚子，应该是有别的地方不舒服。保险起见，你们还是带他去我们医院查一查吧。我们医院？他叫的还挺顺口。没事儿，他可能是这2天吃坏肚子了。没有吃坏肚子也疼。你就是不想上学，别在这给妈妈找借口。不是的。哎呀，好了，别说了。学校作业又不多，压力又不大，你怎么老不想去呢？这孩子，我们先走了啊！一会儿妈妈回家给你揉一下，咱们快回去，一会儿还有课上呢。我们先走了啊！谢谢啊！走了啊！哎，住在这附近，离南山医院也不远。他们要是有情况，自己会去的。哎，家人们，我现在正在大名鼎鼎的南山医院。哎，林医生，
上色天才少年也在。你怎么又把这个小家伙到医院来了？他已经掺和了很多事儿了，平白给咱们医院增加风险了。什么叫做增加风险啊？这2次突发情况，如果不是谢然的话，我们都不一定能救活病人。更何况，他一个走失的孩子，他能去哪里？他们好像吵起来了。那你可以报警啊，可以把他带到派出所，那儿才是他应该待的地方吧？我早就已经报过了，可短时间内根本就没有消息。那这段时间你让他去哪？继续流浪吗？那大家觉得这小孩子能不能留在医院呢？那你可以把他带到福利院吗？福利院？你认真的吗，陈医生？你们还真是医生啊！还真是你啊，医生。你是那天孩子被噎住的家长是吧？对。怎么了？孩子呀，还是说肚子疼，但我看8成是装的。不过我们还是不放心，所以还是带他检查一下。孩子不会一直用一个理由装病，还是看一下。给我把嘴闭上，这没你说话的份儿。上次，这次我站他，这是正。能比得上天天看病的医生经验多吗？孩子家长还在呢。跟我来吧，我们先做一下常规检查，我给孩子看一下腹部，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，吃点药就可以了。行，我觉得应该没什么大问题。孩子上学都是体检过的，没事。好，跟我来吧。这是好医生啊！我们平时去儿童医院，什么事儿都没有，就开一大堆的检查单子，孩子受罪不说，什么都查不出来。一会儿孩子出来，至少要做个血常规，可以吗？你在怀疑什么？希望是我想多了。天才少年又有新的诊断，这次能不能输对？大家拭目以待吧。那你输定了，直播间1人5块，等着破产吧。给这个血样做第2具体有酸跟淀粉酶检测。你还真相信那个小屁孩说的话？家长来都来了，好不容易才说服他们的，做了更安心些。我看你啊是魔怔了。出来了。3项数值全部在正常范围之内，你们在瞎折腾什么？所有数值都在正常范围内才不对，乳酸浓度和血淀粉酶略高。他现在年纪还很小，数值应该低一些才对。他们人呢？他们已经走了。叫回来，快！否则孩子可能会有生命危险。你到底在怀疑些什么？我怀疑他是因为肠旋转不良，所以出现了肠扭肿，这是一种不易发现的遗传病。哎，你等等我！臭小子，这是医院，不是过家家的地方，我一定不会给你机会，这样永生。还有那个知识陈医生把小屁孩赶出医院，医院相信一个小屁孩也不配当自己合作多年的同事。你确定要这么做吗？现在全网都在讨伐我们，说我专横独断，一意孤行，说你的天赋全部都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小小年纪过于自负。所有人都说，如果我们这次误判了，至少会有10万人联名，让我们滚出南山。你做医生的初衷是什么？我爸爸也是医生，一开始我做医生的确是想继承他的衣钵，但是当我接触的病人越来越多之后，我发现我是由衷的希望他们能从我的手上痊愈，希望病人们愁眉不展的脸都能喜笑颜开。那就对了。是吗？你做医生只与你的病人有关，与他人无关。既然你相信我的判断，那就不要留遗憾。人命能救一条是一条，与10万人、100万人都无关。来敲门吧。没想到他做医生的目的比我还要纯粹。怎么又是你们呀？这么阴魂不散的，害得我女儿白抽了一管血。阿姨，血没有白抽，现在你得带着孩子跟我们走一趟，否则他可能会有生命危险。呸！胡说八道什么呀？少咒我女儿！你们赶紧走啊！再不走我报警了。您听我说，他有9成的把握，你让我们进去看一眼孩子也行。干嘛呀？小优，你怎么了？小优，你快醒！你们快看啊！小优他怎么了？小优，你怎么了？小优，快跟我们走！走，快走！走！小优，小优，都怪妈妈太粗心了，千万不该有事啊！
脉搏现在也不稳，先做超声检测，确定缠绕位置。你直接去手术室，我去观察室，像之前一样，不要太紧张。你们先去缴费吧。好，我们去缴费。我有事了，走吧。我去，什么情况？剧情大反转啊！小女孩真的有怎么还有人嘴硬？人家天赋就是高。哎，你不是还发弹幕说让人家苦出南山，这么快墙头的草就倒了？核对超声影像，小肠是否缠绕在了肠系膜上动脉，已造成肠底坏死。对，部分肠管已坏死。手术前，逆时针方向牵按肠管，逐步复位，注意观察其余肠管颜色、蠕动及系膜血管的搏动情况，判断其他地方是否存在坏死。其他肠管状态正常，血管脉动也正常。注意扭转复位后，将肠管缝合在侧腹壁，防止复发。缝合。手术很成功，他没事了。谢谢小鹏。谢谢。你别这样，他不是救回来了吗？别担心。你们先回病房等他吧，只要好好恢复，孩子以后不会有问题的。谢谢。好，走，快走。谢神医。到底是谁？这样诊断难度只有谢神医一个人能做到。谢然、谢李然，谢然和谢主任真的有关系？难道说谢神医？谢神医在哪儿？你能带我去找他吗？好，我带你去找他。天哪！小女孩的父母亲自出镜感谢天才少年和林医生，又对了，这简直就跟谢神医一样。多亏林医生知人善用，坚定地选择他，简直是最佳拍档。反倒又是那个陈医生一点脑子都不懂，差点酿成大祸。这样的医生医德太差，为了保全自己，什么都能牺牲，可不能让他给我们再看。让陈医生滚出南山！凭什么所有人的刀口都指向我？你们懂什么？啊！你想让谢然去见谢神医？谢神医现在昏迷不醒，见也不见有什么用？院长，他的能力我们现在不需要怀疑了吧？让他去见谢神医，说不定能看出其他问题呢。我们试试也不亏啊。好吧，我今晚安排一下，明天你再带他过去。你不是说家里没有多余的被子？你不是说我睡觉不老实吗？姐姐心疼你，多给你买了一床。谢谢。怎么了？还有什么事吗？说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？他发现我的身份了。我能有什么事情瞒着你？那你和谢凛然到底什么关系？我和他能有什么关系？我就是比较崇拜他。你是不是他的私生子？啊？你胡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可能是他的私生子啊？我连女朋友都没有，还私生子？这家伙真能联想。睡就睡觉。你说医术高超有什么用？他能起来把自己治好吗？
可是他真的治好了很多人，完成了很多世界级高难度手术。他是我们的榜样，他不光救人，还救心。救心？医生经历的死亡越多，越会怀疑自己是否真正能救人。每当我产生这种想法的时候，我都会想到他，他是如何坚定信念，相信自己一定能可以的。通过这几次手术，我好像明白了。你明白了什么？只要病人想活着，他就一定会相信你，不需要你证明自己，把个体生存的概率拉到最高，只需要我和病人全力以赴。我也明白了，当医生不在于自己，救人也是救自己。欣然，你说谢神医他还会回来？会的。我为什么会变成植物人？为什么灵魂又穿越到这个小孩子的身体里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臭小子，你为什么总会有好事？为什么总是这么疯动？我听不懂。寒窗苦读10几年，每天都兢兢业业，如履薄冰，这就是可以抢夺人好前途为我父亲治疗。你父亲怎么了？生病了？父亲他有阿尔兹海默症，一定会把我忘光了。原本我升了主任，就有能力和钱为他治疗的，你为什么非要出来耍混混，打乱我的计划？为什么要把父亲带给我们所有人？你先放开，不然我会是你回去最大的风险。阿尔兹海默症确实不好治，但也不是没有可能。你别骗我了，你毁了我，我也不会让你好过的。只要我杀了你，只要我处理得好，没有人可以发现的。你不过就是一个来历不明的小乞丐。都这么简单，你还觉得我的医术是假的呀？你这医生当得去？是真的又怎么样？阿尔兹海默症是不可逆的，我只有不断靠钱靠资源才能压过他的病程。可现在这一切，让你给毁了。即便你不相信我能治好你爸的病，也要给谢神医一个苏醒的机会，看他行不行，对吧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发现谢神医昏迷时有蹊跷的地方，院长同意我去看看，我正在去的路上。你确定不给你爸一次康复的机会吗？这话说的是真的，否则你的下场只会更惨。来，爸，吃饭了。哎，爸，您去哪儿啊？我去接我们家小雨放学。老师告诉我，他又考了第1名，我很高兴。哎，爸，您听我说。他爸爸的记忆恐怕已经退化到20多岁了。爸，我回来了。您饿我，给您去做饭。做饭啊？嘿，好吧。哎，你是谁呀？我是小雨，是你儿子啊。小雨，我儿子。我儿子也叫小雨，巧了呀，孩子。我儿子也叫小雨。不是爸，我就是小雨。就是您儿子，您不认识我了吗？看清楚一点。小雨，是我儿子。爸，吃饭了。给你熬的粥，尝一尝。好喝吗？好吃。我儿子做的饭最好吃。好。那咱们再来一口。哎呦，爸，那你就休息一会儿，我去交个电费，马上回来。啊，好。
爸，我回来了，给你买的最喜欢吃的饼干。哎，小伙子，你谁呀？怎么能开我家的门？爸，我是小雨，你不记得吗？小雨。那该怎么治疗呢？哎，爸，您听我说。哎，别拽我，我答应了小雨，今天早点去接她了。爸，咱们吃完饭，完了我陪你一块儿去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你说的啊，陪我一起接小雨啊，不许骗我啊！一定，我怎么会骗你呢？小雨，爸就去接你，咱们今天下馆子，等着爸啊！小雨。这几年，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一点一点忘记我，可我却无能为力。好不容易有机会，甚至能够拿到更多的资源救他。明月，阿尔兹海默症这个病是全球公认不能根治的，这不怪你。我们今天来，也是为了帮你一起想想办法。我学医、跳级，在南山努力向上爬，为的就是可以救他。现在，阎王能让我滚出南山，我不知道还能有什么办法。既然病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步，不如试试非常规疗法。非常规疗法。熙然，其实你也没有把握能治好阿尔兹海默症的，对不对？陈明宇父亲的情况只是阿尔兹海默症早期的表现，是有机会痊愈的。但也只是有机会吧。那如果治不好，那岂不是让陈医生看到希望又失望？陈医生现在的状况也不容乐观呐。所以，我希望能由您牵头，为陈明宇父亲做一次联合会诊。再怎么样，也比眼睁睁看着病情恶化要好吧。这个情况我也不是没想过，只是让大家看着一个小孩会诊，未免有些太……院长，他虽然是小孩子，但是这几次接触下来，他在医术方面有着超绝的天赋，甚至比一些行医多年的医生还要厉害。好吧，那就按你们说的办。好，这一次我们亲自直播，让观众都了解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，相信观众们都会理解陈医生的。好，那你们做出准备吧。熙然，可以开始了。好，先具体介绍一下病人的情况吧。好，患者老陈，男，67岁，阿尔兹海默症早期患者，目前的症状有记忆力减退、间歇性缺失，并且发生骨质远脑。各位，此次会诊的目标是治疗阿尔兹海默症。我没听错吧？他想根治老年痴呆，这是不可逆的脑组织病变，连谢神医都治不了。我也觉得这次快要脱手了。陈医生，方便简单说一下你家里的具体情况吗？啊，这个跟我们治疗方案有什么关系吗？当然有。好，各位同事，大家好，我叫陈明宇，一个在山里长大的孩子。6岁的时候，我母亲因病去世，是我父亲一手把我拉扯大的。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我走出大山。毕业后，我如愿的成为了一名医生。可我父亲的病却越来越重。原来这个陈医生家里还有个老年痴呆患者，只是不想犯错，毕竟家里就指望他一个人。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，只要有一丝希望，可以试一试。显然，你这么快就有方案了，什么办法呀？我们需要演一场戏，一场老爷子脑海里不断重复又不断忘记的戏。又来了！天才少年的独家治疗方案，真活久见。演一场戏？对。我需要你帮我找一个18岁左右的青年，还有一个小孩子背的书包，最好背上好几个。
好，我这就去找。没准还真的可以啊。你是一个刚考上医疗大学的大学生，成绩非常优异。好。书包和护目镜。谢然，你到底要做什么呀？从现在开始，请叫我陈明宇。什么？前面有医生常常说了，老年痴呆平常说的谢神医都不敢说根治。你这是什么办法呀？具体要怎么操作呢？我要记忆重塑。待会我进去之后，请大家保持足够的安静，尽量不要让患者听到外面的声音。相信谢然，他一定会成功的。好。他是疯了吗？谁跟我一样，从头到尾都相信天才少年的？爸爸，我是小雨，我放学回来了。儿子回来了，饿不饿呀？爸，我不饿。告诉你个好消息啊，我又考了100分。我还用攒的零花钱给你买了一双鞋。把小谢出来，以后啊，钱省着自己花，乖儿子。小时候我爸对我也很好，那时候贪玩，天天想着怎么跟我爸对着干。儿子，干啥去啊？我要好好学习，我要考大学。考大学。爸，你看，这是我的录取通知书，我考上大学了。儿子考上大学了，我们李家终于有大学生了。是呀，爸，等我毕业挣钱了，一定让你好好享福。哎，好，你老子就等着享福了。陈医生，到你了。爸，我是小雨，我回来了。小雨，爸，我找到工作了，现在是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。我儿子有工作了。坐。您不是说会让我走出大山吗？我做到了。看的我都有点想我爸。天哪，没想到陈医生身世这么坎坷，还这么孝顺。咦，是小雨吗？爸，您记得。是我。爸，我考了100分。我考上大学了。爸，您看，小雨，你已经长这么大了，都有白头发了。这些年你过得很辛苦吗？不辛苦，爸。不辛苦。7岁天才创造医学奇迹，这位天才能让一世谢重新回到我们国家的骄傲，这其中每个人都功不可圆没。圆，谢神医突发心梗，现在躺在 ICU 不省人事，你要加油干了！只要不出事，今年的主任评选非你莫属。院长，请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希望。只要平稳过渡今年，能当上主任，治疗爸爸的病就有希望。闪开！这是紧急车祸，小孩插什么嘴？我不负责任，我没有救人吗？怎么都成一个小屁孩的功劳了？林医生，你说我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？明明我刚入行的时候，也是那个别人口中为他人着想的好医生。我这双手也救过许多人的，可是到了最后还是那个我一直针对的谢然，是他救了我的父亲。
还真不是个东西。我还真不是个东西。陈医生，网上的风评已经好转很多了，人们的情绪总是容易被牵动跟引导的，你别太放在心上了。不怪他们，是我自己丧失了从医的本心。不行，我已经不适合从事这个行业了。明宇，你别这么想。虽然你的医术不如谢神医，但是你的能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。谢神医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，相信你应该有同样的疑惑。什么问题？谢然，他究竟是谁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总有种感觉，谢然跟谢主任有着某种联系。自从谢主任昏迷之后，我原本以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救我父亲了。可是谢然所作所为，他刷新了我所有的认知。所以，你有没有想过一种可能？什么可能？谢然就是谢主任。你也有这种感觉？您真的一点也看不到吗？这之前呢，勉强还可以看见人影，可是最近这1年，这彻底什么也看不见了。您之前有看过医生吗？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失明的？之前啊，这个医院有个姓陈的好心大夫给我检查过，他说手术以后可以康复，但是我们哪有那么多钱呢？姓陈的医生，陈明宇医生吗？好像是叫这个名字。陈叔叔人很好，经常给我们干净的瓶子，但是后来就没见他人了。后来啊，陈医生太忙了，我也不好意思去打扰人家。那您的眼睛？听天由命吧。什么？你也想要陈医生给那位老爷爷做手术？为什么？你不是说他想放弃这个行业吗？我觉得太可惜了，毕竟他本性不坏，专业也可以说是很优秀。可是现在他的状态并不好，难度这么大的手术由他主导，我担心他会拒绝。我猜他不是真的想放弃这份工作，只是被一时的挫折打击到。医患关系本来就很微妙，稍微不注意就会被人放大诟病，他越谨慎就越在乎这些。现在让他谨慎的人已经恢复差不多了，所以他没有理由再退让。你是这个意思对吗？对，现在就是帮他重新建立信心，找回本心的时候，让他最初的恻隐之心帮他自己，不是两全其美吗？陈医生，你们什么意思啊？不是要走吗？把你留的尾巴打扫干净再走。你确定让我主刀？我自己都不确定我能行。对你来说，玻璃体切割术并不难，相信你自己。这次院长破例让我陪你一起手术。为什么要这么帮我？手术完我再告诉你。进去吧。角膜缘后4毫米处切口，用 MVR 刀制作微小切口，插入灌注针头。哇塞，这次手术是陈医生主导，天才只是陪同。啊，陈医生还有这一面，看来也是个好医生啊！以前那些骂他都是怎么想的？患者半夜就倒地损伤。没关系，别慌，同步进行晶体抽身抚碎。好了，别担心。切除病变玻璃体。成功了。气液交换，复位视网膜，不离新生细管膜。放心吧，他眼底的寄生虫，我帮他一并清除。稳定眼压，填充气体。
叔叔感觉怎么样？能看清吗？能看清了。我爷爷能看到你了。爷爷，能看到我吗？能看到了。谢谢你们啊！叔叔，是我应该感谢您，谢谢您给我机会让我为你手术。陈医生，还走吗？哎，大哥，这看什么呢？有活吗？再没活，咱哥仨要饿死了。哎呀，这不正找活呢吗？大哥，这医院直播做手术啊，有什么好看的呀？你懂个屁呀！这7岁小屁孩在南山医院可火了，但是毕竟没有行医资格，医院总给他破例也不是什么好现象。哦，大哥说的对呀，这小屁孩没有行医资格证，咱是不是可以搞点事儿啊？我知道了，咱就说老三给他治坏了，咱得找他去啊。算你有点悟性，去准备一下吧，这把能捞个大的。走，走吧。哎呀，我得赶紧去医院告诉人们。大家都来看一看，南山医院私自让7岁小孩给病人看病，把我表弟给看坏了。这怎么回事啊？不是神童吗？怎么给人治坏了？今天下班早，去花店买束花。就是他，大家看清楚，就是这个怪胎把我弟弟给治坏的。嚷什么嚷？就是你给我做完手术，我的腿就站不起来了。你们胡说八道什么呀？既然从来没有做过主刀，怎么可能给你做手术？医院蛇鼠一窝，他都上电视了，你还说他没动过手术？就是你把我兄弟治成这样的，我跟你没完！干什么？把他放下！这好像是那个直播间特别火的医疗神童啊！哎，什么直播间都是假的，你没看人家都找上门来了吗？网上东西都是骗人的。我怎么可能拿我的后半生开玩笑呀？哎呦，我的腿呀，站不起来了！哭吧，使劲儿哭，怎么光打雷不下雨呀？既然你说是我把你的腿治坏了，那我问你，你最初入院的诊断证明和病历呢？检查报告呢？我是哪天给你动的手术啊？说不出来，没关系，去服务台报你的身份证号，正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现场查询。哎，你不会连身份证都没有吧？说啊，怎么不说话了呀？对呀，连自己哪天手术都不记得了，不太可能吧？我告诉你，每个医院都是有完善的建档系统，每一个病人的信息都一分不差的记录在案。如果你们今天说不清楚，就是寻衅滋事，我们会追究对你们的刑事责任。我看你们就是想借着谢然的由头来敲诈医院。少废话，我们今天来就是讨回公道的，不给钱，我让你们偿命。如果事故是我们医院造成的，我们一定承担到底。可如果你们只是想敲诈，我们也一定会追究到底。如果证据属实，你们就等着吃牢。大哥，你不说了演演戏就能拿到钱吗？没说要坐牢啊！城主就是来闹事的，看他这个干起来了！你给我闭嘴，废物！他们一炸你这个录像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这几人真不是东西，这不明摆泼脏水吗？真混蛋！就是。保安，保安！哎呀，哎呀！我之前听到他们要过来医闹，讹你们钱，他们就是过来骗钱的。把他们赶出去！别过来！就是想讹点钱，为什么要这样针对我？都别过来！这是医院，你们别！明宇！先生，明宇，明宇！先生，明宇，明宇！快把他按住！陈医生，陈医生，现在怎么办呀？快，执行，安排手术！你来做手术，另外做副手。不要疏忽他，这里医生很多，没必要相信一个只有7岁，而且到现在还没有摸过手术刀的人。
愿意承担一切后果，我只相信你，还能不能做医生，就靠你了。好，我去沟通，手术让我来。这次紧急会诊是针对本院医生陈医生心脏受伤展开的。欣然，赶快开始吧。情况不容乐观，陈医生伤情很严重，歹毒行凶时匕首刺入陈医生胸口处。根据检查结果来看，匕首距离心脏只差0.1公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只要歹徒的匕首偏了一点点，陈医生就会当场毙命？没错。各位，恕我直言，心脏缝合手术全国没有几个人能做到。虽然我院的排名靠前，但是除了后面的谢神医有可能做到之外，其他人根本没必要尝试主刀呀。我可以进行尝试。我可以进行尝试。胡闹！那可是心脏内科手术，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，一点点偏差就有可能导致陈医生的生死。是啊，心系血管薄如蝉翼，做手术呢就相当于在蛛网上穿针引线。手术即便缝合的很完美，但愈合的不完全，也有可能导致后遗症。你们是不是觉得陈医生已经没救了？不如草草了事，伤好之后转入其他科室。这有可能就是最后的结果呀。他的职业生涯不会结束。对，不可以结束。我们好不容易帮助陈医生小队出现，他本有希望成为除了谢医生之外手最稳的外科医师。各位，他现在就躺在手术室里，身为同胞的你们就不觉得可惜吗？是都不是就要放弃吗？那谁来主刀呢？谁又有能力拯救陈医生呢？我来主刀。陈医生已经签好了免责协议，发生任何突发事件都与南山无关，他自愿当我的实验品。谢然呐，你虽然有天赋，但是你连手术刀都没有拿过，这么精确的手术怎么做？院长，你就相信他一次吧，就一次。好吧，没有更好的方案了。但是你们要清楚啊，这次手术比较特殊，股东们都强烈要求全球直播，你们好自为之啊。加油，谢神医！我相信你，你也要相信你自己。好。冷静，给我换眼镜。我的天哪，看到了没？陈医生的伤不是一般的重，血飙出来的时候，附属林医生都有点蒙圈。止血钳。这次是全球直播，术中要做心系血管缝合术，全世界都没有几例啊。缝合线。开玩笑吧，让一个7岁孩子出来做这么高难度的手术。但是你们看那个天才少年，完全不像第一次摸手术刀的样子，真厉害！已经7小时了，真是一场恶仗啊！谁说不是呢？我现在对这个神童心服口服，他从头到尾都临危不乱。天哪，陈医生这伤口离心脏也太近了吧！先进行内部固定，稳定住已经缝合好的血管。10小时了，他们真的在一根一根接比头发丝还细的血管，太拼了！剪刀。手术结束。谢然、小婉，恭喜你们！你们在全球直播的镜头下完成了一台不可能完成的手术，恭喜你们了！谢谢院长顶住各方压力让我上手术台，我以后再也不会让您为难。有你这话都值了。院长，您先回去休息吧，手术了12个小时，你也等了12个小时，太累了。你们也辛苦了，收拾完早点回去吧。等陈医生醒来，一切都会好的。一切都会变好的。怎么了？可能是太累了，我没事，休息就好。好。院长，请问您是如何看待近日热搜7岁医疗天才跌落神坛，12个小时手术疑似造假，病人醒来无知觉？这件事情我们还在调查，具体原因我现在还无法解答。那么，请问林医生和谢先生，作为这场手术的主刀和助手，你们是如何做到当着全球直播高清镜头造假的呢？我们没有造假，整场手术都是我们倾尽全力完成的。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，我们会尽快找出原因，给大家一个答复。你可算是醒了，
你要是再不醒的话，我们都要找麻醉科麻烦了。醒来就好啊。你知道吗？这场手术，谢然和林婉2个人做了整整12个小时，可算是把你小子血管接上了。可不是嘛，而且是全球直播，你小子以后也是跟得上教材了。所以你现在是感觉如何？目前感觉良好，没有什么不舒服的，大家不用担心。那就好，等你病好了，我们大家都一起陪着你恢复，你肯定会恢复到原来的样子的。谢谢大家，你们都不用围着我了，都去忙吧。那大家就先去忙吧，我和林婉在这照顾他就好。现在可以说实话了，你到底感觉如何？是，说实话，我胸口胸闷的情况非常严重，呼吸也极度吃力，同时还伴随有部分眩晕感，应该是供血不足所导致的咽炎。心脏血管缝合是我看着成功的，不可能出错呀，一定是别的地方出了问题。你们先不要对外声张，舆论会把你们淹死的。那个，我刚才无意听见了，但是我在直播。这医院彻底没人敢来看病了，你的天才就此陨落了。还天才呢，都是包装出来的噱头，还没吃上粉丝福利就被戳穿伪装了而已。天哪，整个医院都在为他们铺路，真是丧尽天良。谁知道他们想干什么？怎么各行各业都想要我这条小命？别拍了，你们不要听信谣言，别骂了。我说造假门主角来了，我们没有造假。今天你们的所作所为，对我和我的朋友以及医院造成的名誉损失，我都会一一计算，并向你们发送律师函。听他夫人，发就发呗，谁会在乎一个骗子的威胁？血口喷人，别拍了。是骗子还是另有原因？我们虽然，你醒醒，虽然。明宇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还是没有知觉。我查看了手术记录，我的心血管切割得非常合适，可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怎么还会感觉到胸闷？谢然也没有醒过来，他突然就倒下了，我一个人也不知道从何查起。是我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如果不是我非要让谢然给我做手术，根本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。是我太自私了。你别这么想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你养好身体，不让李白落得两头空。我会继续排查原因的，我相信真相一定会水释出，你放心吧。好，李叔叔，对不起，都是我连累了你。丫头啊，先不要说这些，现在最重要的是等谢医生醒过来。他在昏迷之前跟我提过，说是手术过程中出现过一点异常，但是当时并没有影响到手术。你注意到过没？院长，林医生，ICU里的谢神醒了。以后睡觉可不行乱唱歌，怪疼的。我都知道是你，你都不知道，他们欺负我，他们都欺负我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，别怕，我会证明我们的清白。
你的意思是，由于刀刃残留的刀印太深，心血管被刀刃压迫得太狠，导致无法回弹，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。对，而且由于跨度太宽，根本无法使用移植物修复。我建议用硅合聚乙胶质建一个心血管支架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愈合通道，这样你的胳膊很快就好了。原来如此，到头来是栽到心血管上。你这个刀印，算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大的坑。还得是谢神医呀，一请来就找到了关键问题，让整个南山医院又活过来了，医院级别还升了一级，因祸得福了。听说林医生已经接任院长了，人善被人欺，但愿林医生以后别被欺负。想多了，叫林院长以后在医学界横着走都可以，因为人家马上要跟谢神医结婚了。啊，他真是一点念想都不给我们留。你说，今天晚上我要是再把你踹下床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我会一直抱着你，不给你机会踹我。